那个10年前为了初恋女友病亡就捐掉100万家产，抛妻弃子去当和尚的男人，他居然还有脸回来？他现在在哪儿？快到你家新房家门口了，这么多年没见，你肯定想死你爸爸了。放心，张明达这次回来就不走了，你们一家终于团聚了，快回来吧。老板，这菜再便宜点呗。妙妙，妈正忙着进货呢，新房落成，妈想多准备点，什么事儿啊？不能让妈知道张明达回来了，妈最心软，好不容易才过上好日子，我一定要在张明达进门前把他赶走。妈，我晚上想吃小龙虾，你进完货能挑2斤吗？要大的。哎呦，小龙虾啊，这个季节可不好买。行，妈忙完就到处给你找找看。好，不着急，妈你慢慢找。师傅，去云顶别墅区，快！蓉儿，我来训你。这些我全捐了，我已经捐了所有的财产，只为给我的蓉儿积德。那我们怎么办？你们母子3人是我亏欠你们，来世再还，贫道去也。张明达，你好狠的心啊！妈妈，我好冷。妈妈明天就去找工作，就算是豁出命来，妈妈也不会让你们受苦的。怎么还没回来？打过电话了还没人开门，唐丽全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。妙妙，你回来了，快过来呀！这孩子是不是看到爸爸高兴傻了？怎么才回来？你知道我等你妈和你等了多久了吗？你们怎么来了？谁准你们站在这儿的？我们是谁？张妙妙，你连人都不会叫了，一点礼数都不懂。唐丽君那个蠢货怎么教你的？蠢货骂谁呢？骂你妈！怎么死丫头，你居然敢顶撞我！别，父女俩好不容易见面，怎么就吵起来了？妙妙，不要这样，你爸爸这些年其实也很想你们，这次回来也是想弥补你们呀。弥补？张明达当年捐掉所有家产，害得我和妈妈流落街头的时候，想过妈妈该怎么办吗？想过年幼的孩子该怎么活吗？现在才说弥补，谁稀罕？什么叫我捐掉家产害你们流落街头？所有家产都是我一个人挣的，我自己的钱，难道没有权利处理？况且我当时因为蓉儿病逝深受打击，你作为女儿，为什么就不能体谅体谅？难道在你眼里，钱比感情还重要吗？我不想再和你争了，请你们离开，这里不欢迎你。妙妙，你爸爸不是那个意思，要不先进屋说去吧，在外面吵不是让人笑话吗？今天绝不可能让你们进去，要点脸就赶紧走，别逼我叫保安。你怎么敢这么跟我说话？我是你老子！好，几年不见，没想到你变成了个六亲不认的白眼狼。我不跟你说，等唐丽轩回来，我倒要看看他敢不敢把我关在外面。绝不能让妈妈看到张明达，他就是吃准了妈妈性格心软。这里不欢迎你们，滚啊！保安，进贼了，抓贼了！张妙妙，你疯了！你怎么敢这样对我？你这是要遭天诛地灭的！什么张妙妙？我姓唐。滚！妙妙，妈，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丽娟，我回来了，这次我就再也不走了。妈，你别听他的，他就是个骗子。是老张啊。妈，你糊涂了，快叫保安把这2个骗子赶走啊！妙妙，说什么呢？太没有礼貌了，他毕竟是你爸爸。我还以为唐丽娟会哭天喊地怨恨我，没想到她还是当年那个没主见的女人。看到我回家，她指不定心里多高兴呢。丽娟，
你教的好女儿，对我又是打又是骂，厉害的很呐。妙妙就是这个性子，老张，你别跟孩子计较。我跟他计较什么？丽娟，这几年你受苦了，妙妙，开门，让爸爸进去。妈，凭什么让他进咱们辛辛苦苦买的房子？开门，不听妈妈的话了吗？哼，看来唐丽娟这几年赚了不少钱，虽说刚刚不让我碰手，估计是还带着点小脾气，多哄2句也就乖乖听话了。这房子真是发财啦！妈，你千万别糊涂啊！这个家要是被他搅和了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他。不错，新房子够大，以后我看书也方便。就是装修土气了点儿，你们女人家品味还是差，没事儿，以后我再按我的审美改改。快6点了，风水先生说新家第1顿饭要在7点钟吃，再不做来不及了。妙妙，来帮妈妈剥蒜。妈，你还真要留他们吃饭？妙妙又要气妈妈了不是？知道了。弟呀，这房真好啊，咱们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地儿。大姐，这么多房间也用不完，以后啊，你跟你儿子也不用租房了，就住我们这儿，咱们一大家子住一起，热闹。好，好，你说的没错，丽娟果然不会记恨你呢。那当然了，我还不了解她吗？她离了我就跟没了主心骨似的，现在指不定心里多美呢。丽娟，子豪怎么还没回来？你通知他了吗？快了吧？子豪得下了课才能回来。子豪这孩子争气，上名校保研，到底遗传了我的优质基因，幸好不像他妈，要是跟唐丽娇一样，怕是连加减法都算不清楚。儿子，爸，是爸爸，爸还俗了，以后再也不走了，你高兴傻了吧？你怎么回来了？妈，姐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丽娟，你也不给孩子个心理准备。算了，子豪刚下课，怎么大4还这么多课？实验室忙。妈，我帮你烧，这个油烟大，别呛着你。没事儿，已经做好了。你快跟姐姐去餐厅坐下，要吃饭了。来，把这个端过去。不错不错，丽娟别的不说，下厨这块儿没得挑，自己家客气什么？丽娟，这我的饭呢？没想到丽娟还记得我习惯，先吃菜再吃饭，难为你有心，还记得我爱吃小龙虾。别动。这是妙妙爱吃的，我托了朋友才买到这么大的。你吃了，妙妙吃什么？给妙妙的。那个丽娟，你是不是忙忘了，还没给我拿筷子呢？这让我怎么吃啊？老张，你们要在家里吃饭吗？我不吃饭，我坐这儿干什么？大姑姐刚才打电话来，只说你们过来看看我们，可没说要留下吃饭啊。唐丽娟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这就是故意羞辱人呐！这可冤枉人了，老张。我从头到尾都没说过要留你们吃饭，我还以为你们就是来参观新房，看2眼就要走了呢。
妈妈这10年不仅学会了生存，更学会了怎么反击。原来她压根儿就没打算给这个男人留任何体面。看够了吗？看够了就请自便。丽娟，你这就是你的不对了，你怎么能这样？哪怕是家里来了个讨饭的，或是远房亲戚进门，那也得留口饭吃吧？这传出去，不怕人笑话你唐老板没规矩？大姑，您这时候倒跟我妈讲起规矩和追亲情来了。我怎么记得这亲戚2个字10年前就从您的字典里抠掉了？妙妙，你这孩子怎么跟长辈说话呢？我那不是……那是为了什么？当年我爸捐掉家产连夜消失，我妈带着我和子豪在大雪天里快饿死了，去你家敲门，你是怎么做的？你怕我们这3个丧门鬼赖上你，你连夜搬家，把我们所有的联系方式全拉黑了。那时候谁家不困难？我那是家里地方小，住不下。再说了，我现在这不是带着你爸回来团聚了吗？以前的事儿还提他干什么？大姑姐，提不提，那得看受苦的人愿不愿意忘。丽娟啊，以前都是误会，咱们到底是亲戚。亲戚，大姑姐，当年我带着2个孩子上你家，求你让我们暂住几天，哪怕是阳台也行。那时候你站在防盗门后面，只开了一条缝，你自己亲口说的。丽娟，明达都不要你们了，我们再也不是亲戚，以后别来往了，省得拖累我家。我那是……够了，唐丽娟，你到底有完没完？我是你的合法丈夫，是这2个孩子的亲生父亲，我都已经回来了，这还不够吗？非要让我低声下气，当众给你们母子几个下跪磕头不成？你当年剃发的时候，我拉着你的僧袍，跪在地上求你别走，我让你回头看看，看看你的2个孩子。可你是怎么做的？你推开我的手，说你跟我们缘分已尽，你说让我们就当你已经死了。老张，你在我心里确实早就死了，10年前死在了那个女人的墓碑前。唐丽娟，你怎么变这么斤斤计较，满身铜臭味儿？当年要不是你哭着喊着求着我，非我不嫁，我一个文学系的高材生会娶你这种没文化的女人？就是啊，也不看看自己什么样！你嫁给我，享了数年的清福，我供你吃，供你穿，我对你已经仁至义尽了。结果呢，我就做错这么一丁点的小事儿，你就记恨我一辈子，你还有没有良心？你想干什么？爸，怎么不打了？您那文人之气呢？好，好，好，唐丽居，你现在长本事了，有靠山了，连亲生儿子都敢对我动起手来了，说不得了是吧？我告诉你，我走了你可别后悔，到时候我回来，我也不拉你这把烂骨头。弟，你别冲动啊，咱们医药费的事儿还没提呢，你就这么走了，咱们上哪儿去弄那几10万治病啊？提什么提？你没看见那几个白眼狼的眼神吗？我张明达活了一辈子，还要饭要到他们头上？走！都愣着看什么呀？快坐下吃饭。妈，你还好吧？妈没事儿。开锅饭要给老天留一碗。我这辈子别的不求，只求我的妙妙
我的子豪一辈子健健康康、平平安安。妈最近不对劲，我也发现了，这几天他经常一个人发呆，眼睛总是红红的。难道他还在想那个男人？他要是真的不在乎了，又怎么会偷偷哭呢？我真的害怕，妈的坚强都是装出来给我们看的，万一哪天那个男人再使点苦肉计，他又要心软。他还敢打电话来，妈，拉黑他。不用理他，他刚刚发信息说，在以前我们常去的那家老餐厅订了位子，想请我吃顿饭。他这绝对是黄鼠狼给鸡拜年，妈你绝对不能去。放心吧，他把我们害成这样，我怎么可能还会去见他？女士，去哪儿？老城区的德兴餐厅。丽娟，你真的来了！丽娟，快坐，你看，这是我特意跑了好远，专门给你买的蛋糕。你以前不是老抱怨我，说我自命清高，从来不给你买甜食吃吗？来，快尝尝。瞧那男的，给老婆买蛋糕，自己先啃一半，真够大方。这要专门买的，分明是想自己解馋，顺便拿剩下的做人情。怎么样？是不是还是当年的那个味道？我就知道你最喜欢这口。太甜了，甜得发苦。那是你现在日子过好了，嘴刁了。老张，你叫我出来，到底有什么事？丽娟，那天在家里我发脾气，确实是我不对。你也知道我这人好面子，那天就是太冲动了，说的那些胡话全都是气话，你千万别往心里去。丽娟，其实这几天我一直都在想咱们过去的事儿。你记得咱们刚认识那会儿吗？那会儿你才20岁，多年轻啊！每天扎着个麻花辫跑到我单位，就为了听我给你读我新写的诗。那时候咱们没钱，但心是近的。是啊，那时候我真是不懂事，放着大好的时光不用来好好读书，却要顶着大太阳跑那么远，去听你写给老情人的那些诗。丽娟，你提那些陈谷子烂麻子的事儿干什么？陈谷子烂麻子，张明达，你那时候一边享受着我的照顾，一边在诗里怀念你的蓉儿。我当时的愚蠢，竟然成了你现在用来感动的筹码。丽娟，你误会了，其实那段日子我们还是很幸福的，不是吗？丽娟，你就原谅我吧。在庙里这10年，我真的想通了，谁也没你对我好。我现在才明白，你才是我这辈子最爱的人。你就给我个机会，今后让我好好弥补你，好吗？再说，妙妙和子豪现在都大了，正是要体面的时候。要是让人知道他们有个出家的爹，或者亲爹在外面流浪，对他们名声多不好。孩子们不能没有爸爸呀，你说是不是？现在想起孩子们不能没有爸爸了。10年前你变卖家产，让我们娘仨在大雪天流落街头的时候，你怎么不想想他们没爸爸该怎么活？老张啊，说句实话吧，你刚走的那阵子，我是真的很伤心，整夜的哭。那时候要不是为了拉扯大这2个孩子，我早就不想活了。可这些年，我一个人把摊子支起来，一个人把孩子喂大，我发现也就那么回事儿。这世上谁离了谁活不了啊？没有你，我照样开了店，买了房，过得比以前更好。没有你，
妙妙和子浩照样健健康康、出类拔萃的长大了。我们不需要你回来，更不需要你那廉价的弥补。人得往前看。我劝你也别再跟我这儿耗着了，没意义。丽娟，松手！张明达，你别在这里撒泼！丽娟，我走投无路了，我得了癌症，晚期，医生说了，再不做手术我就真的活不成了。我没钱，大姐也没钱，我只能找你了，救救我！看在往日的情分上，救救我吧！丽娟，难道你真的忍心看着我去死吗？咱们毕竟当了10几年的夫妻，就算我当年糊涂，那情分总还在吧？医生说了，手术费也不贵，50万，只要50万手术费，我就能活下来。丽娟，这50万对现在的你来说，不过是少开一家店的事儿，只是个小数目。你手指缝里漏一点，就能救我一命啊！原来你突然回来，甚至不惜在大街上拉扯我，仅仅是因为你快死了，而你需要让我拿钱给你治病。50万，这男的把前妻当提款机了吧？真够不要脸的，这种病还让前妻出钱。我还以为你是真的知道错了，结果你只是为了钱。你把我当成了什么？治病的药方，还是取钱的柜台？我有错？难道你这个当老婆的就没错？你有那么多钱，见死不救才是丧良心。你的命我不买，哪怕是50块，我也不出。唐丽娟，你敢走？你要是不出这笔钱，我就去学校找子豪，去公司找妙妙。我要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你是怎么逼死亲夫的。找子豪，找妙妙，张明达，你这辈子除了拿孩子当挡箭牌，还会点别的吗？你说话别太难听，我读了一辈子圣贤书，没你说的那么龌龊。我是真的老了，病了，想回家。想家？我看你是想钱吧？你敢说不是？要不是你得了这个要命的病，你会想起这个家，你会想起我和孩子。你根本没觉得自己有错，你那些弥补的鬼话，不过是想骗我掏钱给你换命的甜言蜜语。你够了，唐丽娟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你挣了这么多钱，随便拔根毛都比我腿粗，你就不能帮帮我吗？我只要50万，这对你来说不过分吧？50万？你当初因为那个女人卷走家里最后1分钱的时候，怎么不问问我们孤儿寡母要50块钱过不过分？哼，别跟我提以前，你别忘了，法律上我跟你到现在还没领离婚证呢。10年前我是直接出家了，手续根本没办，法律上我们还是夫妻。你挣的那些钱，买的那些房，全都是婚内共同财产，本来就有我的一半。我今天拿50万是给你脸面，真闹起来，我拿多少都是应该的。张明达，你还要不要脸？你说法律，说一半财产，那你当年为了那个女人捐掉全家产的时候，你怎么没想起那些钱也有我一半？那时候你怎么不跟我谈法律？好你个唐丽娟，你也太丧良心了！大家快来看看啊，这个女人心肠黑了呀，挣了那么多黑心钱，现在亲老公得了癌症，她1分钱都舍不得拿出来，这是要眼睁睁着她去死啊！张大崔，你闭嘴！当年是谁？我不闭嘴，你不怕天诛地灭吗？他可是你2个孩子的亲爸爸，你现在住大房子开豪车，你就没想过你老公在外面受罪？丧良心哟，天理难容啊！大家评评理，这个女的当年花光了我弟的钱，等我弟落魄了，就把我弟赶出家门。要是真的，这女的也太狠了，而自己每天大吃大喝，住在那几千万的大房子里，我可怜的弟弟得了癌症都没钱治，只能等死啊！既然你们喜欢闹，那就随你们闹个够。总之，我是不会掏1分钱的。他的命是命，我的血汗钱就不是钱吗？妈，我都知道了。那个张大崔，他真是一点脸都不要。妙妙，刚才在街上，那么多人指着妈骂，妈没给钱，你会不会也怪妈妈太狠心了？
妈，我怎么会怪你呢？那是我们的钱，凭什么给那个男人？要不是指望我们养他，要不是他快病死了，他这辈子都不会回这个家。其实今天出门前，我这心里他竟然还怀有一丝期待。妈，是因为他生病了吗？是因为那个奶油蛋糕。以前刚在一起过穷日子，我总是抱怨他不肯给我买蛋糕。那时候我总觉得，只要他给我买了，就证明他心里有我，我这辈子受的罪也就值了。原来这种廉价的奶油蛋糕这么腻，腻得我想反胃，真的，一点也不好吃。妈，那是以前的你，现在的你已经不需要靠那点恶心的施舍来过日子了。妈，爸他那个性格你最了解，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今天他在餐厅丢了那么大的人，以后要是天天来闹，咱们怎么办？让他闹，不管是撒泼打怼还是跳楼上吊，由着他去。反正这辈子我被他毁了一次，绝对不会再让他毁第二次，我是绝对不会心软的。妈，不好了，你被挂在热搜上了。你看这个标题，里面还有大姑在餐厅门口哭天喊地的视频，说你花光了爸的钱，现在见死不救。开门，快给我开门！你们知道这是谁吗？这是你们这儿唐丽全的老公，亲老公，哪有把自己男人拦在外面的道理？大姐，业主交代过了，不认识你们，没有邀请不能放行，请你们不要骚扰其他业主。胡说八道！那房产证上写的是唐丽全的名，那也是我张明达的家，凭什么不让我进去？既然是业主，请出示门禁卡或让业主接听电话确认。哎呦，大家快来看啊！这物业拿了业主的钱不干人事啊！这就是昨晚热搜上那个逼死前夫的家属吗？吃啊！大家看清楚了再吃。这家店的老板娘心肠比那炭火还黑，她花光了我弟的100万家产开了这家店，现在我弟得重病了，她要把人扫地出门啊！大姑，你还要不要脸？那钱是我妈卖烧烤一串一串攒出来的，跟我爸有1分钱关系吗？唐丽娟，你少在那装清高！当初要不是我留下的那笔启动资金，你能有今天？你现在发达了，想过河拆桥？张明达，你当年捐光家产的时候，全城媒体都报道了。你现在竟然有脸说留了钱给我？那是老子为了掩人耳目，背地里那钱全进了你兜里。大家伙评评理，我把命都给了这个家，现在病了，这狠心的女人1分钱手术费都不出，这是要害命啊！没天理了！恶毒老板娘骗光家产，逼死亲夫了！你不给钱，我就死在这儿！看看，都看看，这就是这店老板娘的杰作。亲老公得癌症，她就在这儿数钱。这种黑心店，你们吃了就不怕烂肚子？这都闹了3、4天了吧？这生意还怎么做啊？听说老板娘听说到现在1分钱都没掏，心是真狠。老板娘，刚才最后2桌客人也给退了，隔壁几家店都在看笑话，说咱们这儿风水坏了，再这样下去，店真要关门了。唐丽娟，看着没？你不念旧情，我这当老公的也没必要给你留后路。这店可是你这10年的命根子吧？毁在你自己手里，滋味怎么样？张明达，你毁了我1辈子还不够，一定要毁了我们娘仨的活路才甘心吗？我都要死了，还要什么活路？只要你不拿钱，我也不会让你好过。子豪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不是说跟导师去参赛了吗？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，全校都传遍了，我怎么可能还不回来？子豪啊，你回来的正好，你劝劝你妈，你爸他可是……爸，你想要50万手术费对吧？对，还是儿子懂事，爸是真的没法子了。妈，姐，咱们把房子卖了，给他治病。你疯了！那
子豪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，你先跟妈进来，妈慢慢跟你解释。妈，爸爸都得了癌症了，这么大的事儿，你为什么要瞒着我？唐子豪，你在干什么？你敢跟妈动手？好孩子，到底是张家的血脉啊！你爸没白疼你。我不管他以前做了什么，也不管他当过什么和尚，我只知道他给了我生命，你们不救我救。张子豪，你看着我的眼睛，你再说一遍，你知不知道那房子对妈意味着什么？你疯了吗？子豪，妈从小到大连重话都舍不得说你一句，你今天为了这个男人，你是在怪妈妈吗？不然呢？妈，我从小到大走到哪儿都被人指着后脑勺说是没有爸爸的孩子，那些同学背地里怎么笑话我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从来不说，不代表我心里不难过。可是他当年……那是以前，我现在只看到他快死了。妈，难道你真的要让我这辈子背着见死不救的名声，真的要让我永远失去爸爸吗？哦，子豪真懂事儿。丽娟啊，孩子都比你看得透，你就别死攥着那点钱了。子豪，好孩子，你别为了爸跟你妈闹摊。爸，我们走，他们不管你，我管。我给你治病，我给你养老送终。你看那个人怎么回事？好，到底是我张明达的亲儿子，到底遗传了我的文人风骨。子豪，爸没白疼你，还是亲儿子知道心疼爸爸呀！子豪，你要去哪儿？你快回来！你不能跟他走啊！去哪儿？当然是去给亲爹治病。丽娟啊，你就守着你那点冷冰冰的臭钱过吧。我看你老了，谁给你送终？唐子豪，你给我回来！你忘了他是怎么对我们的吗？你这个疯子！子豪一向是最孝顺、最听妈话的孩子，他连妈切菜切了手都要难受半天，为什么今天会变成这样？难道那个失踪10年只会吸血的男人，真的比这10年的母子情分还重要？大姑，我白天还要回学校上课，我爸这边就只能先拜托你照顾一下了。子豪啊，照顾你爸那是应该的，可你也看到了，大姑这儿地方小，开销也大。我知道您不容易，大姑，我爸现在每天都要吃药控病，这药钱您先帮忙垫一下。垫钱？子豪，你开玩笑呢？大姑手里也没几个子儿，这点老本还是留着给你表哥娶媳妇儿的。这万一……您放心，这钱我肯定连本带利还给您。连本带利？你能从哪儿弄钱？你妈现在可是把你都给恨上了。大姑，您糊涂了，我妈这辈子就我这么一个儿子，她现在是气头上，等她那股劲儿过去了，我去跪一跪，那房产证上还能不写我的名儿？我还能亏待您这位帮了亲爹的大功臣？哎呦，子豪，还是你这孩子看得长远。行，大姑信你。那手术费呢？那可是个大窟窿。等我妈消消气，我就去找她要。50万而已，在那栋房子面前算得了什么？好，子豪啊，还是你透彻。大姑也就是心疼你爸，我也不是图你什么报答。我知道，大姑，您的高义我记在心里，以后我爸就全指望您了，辛苦。疼，大姐，子豪，我身上疼得受不住了。Double kill！ 兄弟们开团，上啊，守住高地！子豪，你爸在那儿叫唤半天了，你不进去看看，好歹给他揉揉腿啊！大姑，我这正关键时刻呢。再说了，我哪会照顾人啊？我这双右手是研究学问拿奖学金的，这种粗活还得麻烦您，您再忍忍。等钱到手了，我立马给您请3个保姆。子豪，这1个月，你爸那些进口止疼药还有乱七八糟的化验费，已经把我这2年的积蓄都掏空了。大姑真的撑不住了，连买菜的钱都没了。
这么快就没了？那是烧钱的病啊！子豪，你今天无论如何得回你妈那儿一趟，把那50万手术费要回来。再没钱，你爸真要被医院撵出来了。我妈那脾气你也知道，我现在回去，她万一……那你是他亲儿子，他还能抓你？那是咱们应得的钱，你快去呀！行吧，大姑，您再坚持一下，我明天一定去问他要钱。病人的情况非常不乐观，你们拖得太久了，现在做手术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。不，医生，你有最好的药，对不对？我有钱，我儿子有的是钱，做手术，救救我！医生，真的一点办法都没了。那我们之前垫进去的那些药费，不行，我不能现在翻脸。子豪说了，只要他爸还在，唐丽君早晚得把钱吐出来。我现在要是撒手，那些钱就真打水漂了。家属，22床又拉了，赶紧给擦洗一下，这味儿都串到走廊了。哎呀，知道了知道了，一天拉3回，真是上辈子欠了他。张明达，你看看你现在这副样子，我垫了那么多钱，你倒好，只会在这拉屎撒尿。你赶紧好起来去要钱啊！弟呀，忍着点儿，姐一定好好伺候你。大姑，我爸今天怎么样？子豪啊，你可算来了！你爸这情况，大姑真是看在眼里，疼在心上。这一天3回的擦洗，大姑就算累断了腰也认了。大姑，您受累了，我学校那边实验室太忙，我妈那边我也在求，快有眉目了。真的啊？好，好，好，你去忙，这有大姑呢。听见没？你儿子拿钱之前，你最好给我撑着。明达，我的亲弟弟，你怎么就这么走了2个月，大姑的积蓄应该烧得干干净净了吧？子豪，钱呢？你妈给的手术费呢？我垫了整整2个月啊，我连养老金都填进去了。你爸死了，这钱谁还给我？子豪，你别跟大姑装蒜，你爸走了没手术，那50万手术费呢？你妈肯定把钱给你了，对不对？大姑这2月垫进去的可是养老的钱呢。大姑，你冷静点，这里是医院。我冷静不了。你当初怎么跟我说的？你说你是你妈唯一的儿子，那些店那些别墅早晚都是你的。你说只要我照顾好你爸，你会好好感谢我，连本带利还给我。子豪，你说话要算话呀！这大姐怎么回事？家属刚走就闹着要钱，刚才还哭得惊天动地，合着全是演的，眼里只有钱。大姑，您看您说的，我怎么会忘呢？这段时间要是没有您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大姑，谢谢您这段时间对我爸的细心照料，这花送给您。就一束花，我垫了10几万的医药费，伺候了他2个月，你就给我一束花？是啊，礼轻情意重，怎么了，大姑？难道你不喜欢吗？张子豪，你这是侮辱人呐！我这2个月推了所有的活，在这儿没日没夜的伺候，你就拿一束破花打发我，你当初怎么跟我保证的？您这话我可听不懂了。当初在您家不是您亲口说的吗？咱们是一家人，互相帮衬是应该的，绝对不能计较。张子豪，你少给我绕弯子！你答应过我要连本带利还我药费，还说要把你妈的家产分我一半，你不能不认！认？我认什么啊？大姑，您说我答应过你，有字据吗？你从一开始就在算计我，你故意引我上钩，让我垫钱，让我出力，你骗我！我这2个月把你爸当祖宗伺候，你就这么报答我？你太没良心了！良心？大姑，跟我谈良心，您配吗？你什么意思？10年前，我妈带着我和我姐在那场大雪里快要冻死了，我们去敲你的门，求你让我们住1晚上，就1晚上。你是怎么说的？你说我们冻死不冻死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觉得那时候我还小，什么都不记得了吧？
那是你爸做的孽。我是你亲大姑，你现在怎么能这么对我？你眼里还有没有老张家的祖宗？张子豪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姓唐，我叫唐子豪。老张家的祖宗管不到唐家人的头上。好，合起伙来耍我是吧？这笔账，我就算豁出这条老命，也得从唐丽楠身上讨回来。子豪，妈，你这孩子，这么大的雨，怎么不撑把伞啊？妈，姐，对不起，那天在烧烤店门口，我不是故意要顶撞你们，更不是想要让你们伤心的，我只是不想再让他们在那儿闹下去了。我如果不当众带走他们会把妈的店彻底搞垮。你这傻孩子，你知不知道外面的人怎么骂你？你差点毁了自己的前途啊！傻孩子，你为什么要一个人扛这些？大不了妈妈把烧烤店关了不做了，大不了咱们换个地方重新开始。那怎么行？妈，那家烧烤店不是随便一个铺子，那是您这10年来起早贪黑累死累活才拼出来的。那店里也是我和姐姐一根根串出来的，那个男人凭什么回来搅黄了？傻孩子，真是个傻孩子。唐丽娟，你给我滚出来！唐子豪，你个没良心的，你敢耍我！你把你大姑当成什么了？提款机还是免费的保姆？姓唐的，你们一家子合起伙来坑我！今天你不出来把这笔账给我说清楚，我就不走了！子豪、妙妙，站到妈身后，这最后一点脏东西，妈来清理。唐丽娟，你终于舍得开门了！你看看你教出来的好儿子，他在大庭广众之下答应给我的钱呢，1分钱没给我，还让我垫了2个月的药费，操了2个月的心。他耍了我几个月，你们全家都是骗子！大姑姐，既然你口口声声说子豪答应了你什么，那我们就按规矩办。合约在哪儿？字据在哪儿？只要你能拿出来，我唐丽娟今天哪怕砸锅卖铁也认账。字据？那是亲侄儿子亲口答应我的，一家人还要什么字据？你们母子俩真是一个德行，狼心狗肺！你们还要不要脸？大姑姐，你跟我提脸？10年前我带着2个还在发烧的孩子去敲你的门，求你让我们在走廊歇一晚的时候，你让我们滚远点儿。那时候你有没有想过要脸这2个字该怎么写？那以前的事还提他干什么？我现在说的是钱，是我垫的医药费。好，你们想赖账是吧？你们等着，我这就报警，我要告你们骗我！张女士，刚才我们已经了解完情况了。关于你说的你侄子唐子豪口头答应给你家产和报酬的事情，不是口头，他亲口对我说的。我照顾他那个癌症快死的爹2个月，又是擦屎又是擦尿，我垫了10几万的药费啊！他现在想赖账。张女士，听清楚，你们之间属于口头约定，你现在拿不出借条，没有任何转账备注，甚至连一段证明他承诺过连本带利还款的录音都没有，这无法认定为合法的借贷关系。没天理了！唐丽娟这对母子骗我钱，害我倾家荡产，我出了那么多钱，白出了吧？我的钱啊，都被这帮没良心的吞了！张女士，起来，这里是办公场所，不许闹事！我不起来，你们不把这几个骗子抓起来，我就不走了！张女士，你要是觉得被骗，可以收集证据去起诉，但目前的证据链完全不足以立案，你再闹下去，我们要以扰乱公共秩序拘留你了。妈，你嫌不够丢人是不是？全小区都知道这件事了，赶紧跟我回家。钱，我的钱，他们合起伙来玩我。走，别在那儿丢现眼了。唐丽娟，唐子豪，你们想让我倾家荡产？好，既然我活不成，咱们谁也别想活！妈，你闹够了没有？你到底图什么？图那点根本不存在的钱？你知不知道全公司的人都在笑话我？你把我的脸都丢尽了。总算清静了，妈，看大姑那样子，
估计短时间内不敢再来了。希望如此。妈，怎么了？妈，怎么了？妙妙，快看，被偷了！都没了，全没了。外婆留给我的那只冰种玉镯子，还有当年你爸唯一送过我的那条金项链，还有你工作第1个月专门给我买的那对钻石耳钉，都不见了。这个家除了我们，只有大姑知道首饰放在哪儿。这真的只是巧合吗？看，就是他，不管伪装成什么样子，我都认识。1个小时，他就在我的卧室里。妈，监控清清楚楚，这是入室盗窃，报警吧。好，别的丢了也就算了，可你外婆留给我的那只玉镯子，那是她临走前亲手给我戴上的，是她这辈子唯一留给我的念想了。她连这都要抢，她疯了！小舅妈，我求求你，我妈她糊涂了，她老糊涂了。他翻墙撬锁的时候可一点都不糊涂，金额太大，又是入室，起码要判3年以上。那是入室盗窃，金额巨大，他撬开锁的时候谁可一点都没抖。小舅妈，您最心软了，求求您救救他吧。10年前也是这样，我跪在你妈面前，求她收留我们母子3个1晚，哪怕是阳台也行。那是你妈当时指着我的鼻子说：“你们冻死不冻死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”这句话我记了整整10年。谅解书我可以写。妈，这种人你会原谅他？谢谢小舅妈，我就知道您大人有大量，我这就去接他。谅解书我可以写，但我有一个条件。您说，什么条件我都答应。他必须当面向我道歉，不是私下，是在所有人面前大声承认他做过的事儿，承认他当年是怎么对我们的。行，我这就去跟他说。道歉？让我给他道歉？我呸！他算个什么东西？妈，你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在这死要面子？那是3年啊！你进去了，我这辈子在单位还怎么抬头？你就道个歉能掉块肉吗？我宁愿进去，我也不可能给他低头。你懂个屁！我垫了那么多私药费，那笔账我还没跟他们算清楚呢。想看我笑话？做梦！安静，张大翠，你入室盗窃证据确凿，涉案金额巨大。按照刑法，如果受害人不予谅解，法院判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是极有可能的。你自己考虑清楚，是要那点面子，还是要这3年的自由？妈，我求你了，你就说声对不起行不行？你就当是为了我。看来大姑是选好了。妈，姐，咱们走吧。对不起，唐丽娘，你满意了吧？你这种人拿了这种昧心钱，你就不怕遭报应？注意你的态度，这叫道歉吗？妈，你诚心点儿。小舅妈，您看，他真的知道错了，他就是这脾气。大姑姐，刚才那声对不起，我听到了，我原谅你了。这份谅解书是我最后送给张家的东西，但你记住了，从今往后，我们唐家还和你们张家生死不相往来，再无瓜葛。无瓜葛？你倒是撇得干净！妈，别说了，谢了，小舅妈。妈，你刚才签的那么快，我心里真不是滋味。那个张大翠，他那是诚心道歉吗？他分明是恨不得吃了咱们。你真的原谅他了？妙妙，你觉得原谅一个人是为了让他好过吗？难道不是吗？他以后肯定还会觉得咱们好欺负。我不是原谅他，
我是放过我自己。这10年来，我白天在火炉旁烤肉，晚上闭上眼就是那场大雪，还有那些绝情的话。我恨了他和张明达10年，也累了10年。为了这种人，把余生都泡在苦水里，不值当。恨一个人太累了。妈说的对，以后没人能再让咱们累了。妈，你消停点吧，好不容易拿了谅解书，你还在那怄什么气？赶紧收拾收拾，咱们回老家待一阵子，避避风头。原谅他算什么？轮得到他来原谅我？当着那么多人的面，他让我丢尽了脸。那是你先去偷人家东西啊！妈，咱们走吧。走？我的10几万打水漂了，我的面子也没了。他想安安正正过好日子，做梦！让你显摆，让你住大房子，让你做阔太哎呀，老王，你快听，唐家出什么事儿了？怎么跟拆迁似的？快看，窗户里有人影，好像是上次那个老太婆，快报警！妈，这次绝不能再原谅他了。我知道，我这辈子欠张家的，早在10年前那个血液就还清了。这一次没有谅解书。欢迎光临，请问几位？我不吃饭，我是来找老板娘的。你是干什么的？又要拍视频乱剪辑吗？别误会，我是个做深度真相的博主。最近网上关于你们的那段视频火得离谱，几千万的播放量。既然你看过了，还来这儿干什么？我在那视频里看到了一个细节，那个哭天喊地的女人虽然嗓门大，但她的眼神太贪婪了。我觉得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。这肉火候绝了，外焦里嫩。老板娘，就这手艺，在网上被骂成那样，真是太可惜了。谁说不是呢？这几天网上把我们全家都骂了个遍，根本没人敢来店里吃。我看了那段视频，逻辑漏洞太多了。我做社会事件反转5年了，500万粉丝不是白拿的。老板娘，您能不能跟我说句实话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好，既然你想听，那我就把这10年的烂账一五一十的翻给你看。姐，这顿烧烤我不能白吃，你放心，这个世界不该让好人流泪，让恶人得逞。谢谢你愿意听我说话。出来了，视频发布了。妈，你看评论，反转了，全网都在帮咱们说话，那些骂过你的博主都在道歉。鞋终究压不了正。老板娘，我们是从隔壁市连夜开车过来的，先给我来100串羊肉。家人们，我已经排到堂姐烧烤店了，今天可要好好尝尝他们家的招牌烧烤。妙妙，这可怎么办？咱们菜真的不够了。妙妙、子豪，这1个星期的营业额顶我们以前1年的。咱们不能只守着这1个摊子。你们说，咱们趁着这股劲儿开个分店怎么样？妈，你终于想通了，我还以为你只甘心守着这1个老摊子呢。老板娘，琴放好了，这可是好东西，您试手听听音儿。妙妙、子豪，这琴是怎么回事？妈，你以前最大的梦想不就是弹钢琴吗？这是我们一起送给你的礼物。妈，这么多年您一个人维持这个家，辛苦了。
这声音听起来真好。妈，这声音听着像不像咱们家新日子的开场白？妙妙，子豪，我活了大半辈子，今天才总算想明白。妈，怎么了？这辈子我遇到过很多人，经历过很多事，但这辈子对我最好的那个人，其实是我自己。妈说的对，庆祝一下，晚上咱们吃火锅。